是的太想到处吃，来到了凹子底捷运站这里，真的是很久没吃宵夜场的美食了。但想不到这里连脚踏车都快被租光了。这次要前往的店家离捷运站有一段距离，如果是要搭乘捷运的话，还是要骑脚踏车过去会好一点。不行的话，约15分钟左右。那就抵达高雄最新开幕的火烤两吃，天长地久。这年头好像不取个谐音梗，全身都不对劲了。那由于是吃火烤两吃，这次就是邀朋友一起过来，也是选个比较冷门的时段来尝鲜，避免人挤人的情况。想不到似乎是有点多虑了。一楼位置不算大，店内基本上都是4人座为主。不过好像有看到2楼的座位，但我们是算宵夜场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另外开放就是了。店家的营业时间是到晚上12点，最后收课是11点。我们是特别预约晚上9点的时间过来，但看起来似乎菜就没补得那么齐了。虽然是主打火烤两吃，但店内还是有提供好几样热炒。但就像刚刚所讲的，热炒是都还有，只是没有感觉到有宵夜场的分量。算是有点美中不足，不过菜色还算合我口味。虽然是少了点，但我还是来拿了好几次。炸鸡块跟清蒸鱼的味道都还算不错，不过其他小菜就有点弱了，算是还可以加强的地方。店内的菜单还有另外加199元，就有生啤酒喝到饱的选项，其他的冰品、饮料部分就算中规中矩而已。这边就不多加叙述了。这菜单的价格算是一口价，一律通通588元吃到饱。点餐的方式是用 QR 码点餐，那使用方式如影片中所示，现在好像普遍都用这种模式了。那3选1的汤品，我们选择了蒜头鸡肉锅，虽然没比较过其他2锅，但这锅味道算可以。那在肉盘还没来之前，先来吃点小菜开开胃。热炒的部分，店内是会不定时做更换。虽然这次是特别选了个冷门时段来品尝，想不到人潮是真的很少，可能是刚开幕的关系，知名度还没打起来吧。另外，主要这次也是约朋友一起来，几个已婚的大叔，真的聚餐时间很难瞧，不是要哄小孩，就是要上班，真的没选个宵夜场的时间。还真的是约不太出来，要等家里的事情先忙完，才能抽空出来跟朋友聚聚，算是一点点小确幸吧。那秉持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的前提下，这次的大叔聚会就没有点生啤酒来喝了，所以对生啤酒的口感也不多加说明了，请各位观众见谅。那稍微等了一下，肉盘也开始上来了，主要的肉类还是以牛、猪、羊、鸡这4种，口味也分黑胡椒跟酱烧2样。不过店里主打的精神是食材实在，价格平实，肉有挑过。那等等吃看看就知道了。那烤肉盘的种类是这种模具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，不容易烧焦，换烤纸也比较方便，不会弄得很惊险。没啥机会看到店员用铁砂掌来换烤啊。那不得不说，这次选蒜头鸡肉锅还真的是选对了。店家点的蛤蜊给的非常大方，一盘满满有20-30颗，一次全下在汤里，直接变成蒜头蛤蜊鸡汤，味道真的超级鲜美，相当值得来品尝看看。看在座的几个朋友吃一吃回去，能不能再生几个，来提高一下生育率就是了。另外，店家也有提供酥炸生蚝，给当月寿星当优惠，算是双重功效吗？像这种换烤纸的方式就舒服多了，肉片也不会粘在烤网上，油也可以直接滴在下面接油盘，不会烤一烤就发起炉来。不过只是相对的就少了一点炭味香而已。不知道各位观众比较喜欢哪种方式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那也讲讲吃到现在的一点想法。人在一级战区玉成路开这种火烤两吃店，老板应该是相当有自信。其实588元对现在的物价来讲已经算是平价了。这次会过来
也是特别因为开幕有85折优惠，就算是来踩雷，也不能踩到贵的雷，对吧？那平心而论，1分钱1分货，如果是这个价格来讲，来吃个粗饱还可以，但要享受精致一点的口感，可能就比较不那么适当了。由于是要朋友一起过来，所以也不太清楚一个人用餐是不是会另外加收单身税，这边就要请各位观众自行打电话询问了。另外场地的关系，桌面不算大，很容易就全部占满位置，所以看桌面特别乱。也是希望店家可以提供放包包外套的篮子，要不然身上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油烟味。这对很多烧烤店来讲，已经算是基本配备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开幕的关系，有些小细节还是没有注意到，算是还可以加强的地方。那整体味道来讲，反而是锅物的味道比较鲜明，也有可能是我们烤肉的技术有待加强。但火锅的锅子真的是有点小，虽然镜头拉近看起来还好，但实际上跟个大碗公差不多大而已。食材放没两样，汤一滚就满出来了。那肉盘的部分，上菜的速度算可以，肉的分量也还算可以接受。但我们是离峰时间来用餐的，这样的出餐品质跟尖峰时段可能会有落差，这部分可能要请观众自行体验了。可能跟我当天现场的情况会有些不同吧。在以前的影片中，也常常有观众留言说出餐很慢，但我实际体验就是还能接受这样而已。那回到店家讲的食材实在，价格平实，肉有挑过，我觉得算是有勉强达标啦。以588元的价格来讲，虽然沙拉跟小菜都差强人意，但锅物跟热炒有稍微拉平了一点。至于最重要的烤肉部分，今天掌厨的朋友尽力了，我是觉得虽然不到美味，但还可以接受就是了。其实这次的太想到处吃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到处探店，这次特别找朋友来叙叙旧，一起吃顿饭。以往都是找热炒小吃店这种来聚聚，那为了这次探新开幕的店，就特别来到了这间。就算是踩雷，也是有个伴对吧？那也还是请各位观众多加支持，点个赞或订阅吧。由于是新开幕有打85折，所以加完1层服务费，一个人的收费是560元。与其说值不值得推荐来吃这间天长地久，倒不如说是单纯朋友酒味聚餐，聊天为主，用餐为辅的情况下，不是来品尝精致美食，我觉得就还可以。用餐环境还能接受，整体服务也算可以。就算烤肉烤到来不及吃，还有锅物可以填饱肚子。有些细节再加强一下，就是值得推荐了。看桌上有点杯盘狼藉，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这年纪能吃光算是很不错，再吃下去就要变形了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